我从没有想过，有一天冰川世纪会降临，寒流席卷全球，就连赤道附近以及中心国家都未能幸免。最开始只是羽绒服售罄，水管冻爆，全城限电。接着，去抢修的工作人员因失温死亡，医疗系统瘫痪。仅仅1个月，气温骤降100度，整个城市变成了冰刀派，树木还未落叶，便被冻成了粉末。全球的河流和海洋都被冰封，地表上再也找不到一滴水。如果是丧尸末日，人类尚能一战，可在大自然面前，人类该怎么办？这不是电影，是真的，极寒末日来临了。一大早，电话铃声像催眠一样，我不耐烦地接起电话，是好久不联系的表姐。怎么了，表姐？这大早上。百余，别睡了，跟你说个正事，我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开玩笑，你都要听清楚。我一个机灵，表姐口气这么严肃，是不是家里出啥事了？啥事儿啊，老表，你别吓我。我跟你说，我这边收到消息，气候中心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，史上最强拉尼娜现象或将出现。许多高纬度地区的国家已经提前进入冬季，前兆就是愈发温暖的天气。温暖过后会迎来急剧降温，这也是人类最早的冬季。预计1个月后，全球将迎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气候变冷，也就是冰封降临。什么啊，表姐？什么冰封降临？你是说像电影后天那样？我有些莫名其妙。今天是愚人节吗？这是你舅舅和舅妈在气象局工作得到的消息，没时间了，我们已经找好了避难所，囤了物资，你也赶紧准备吧。对了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你爸妈。表姐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电话像是被谁特意挂断了。这都什么啊？表姐这玩笑开的可没意思。我没有理会，继续睡觉了。第二天，我下楼取外卖的时候，发现气温的确很奇怪。已经11月了，太阳依旧毒辣，万里晴空，我单穿一件卫衣都不会觉得冷，甚至想穿半截袖。过了1个星期，气温依旧异常温暖，甚至有更加变暖的趋势。我不得不联想到了表姐的话，表姐好像从来没对我开过玩笑。我坐不住了，打算打个电话再问问表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是空号。那边传来冰冷的机械女声。怎么变成空号了？不祥的预感立刻在我的心头萦绕，想起表姐认真的语气，不管了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今天必须开始准备了。想到这里，我连忙打电话给女友阿华。我从没有想过冰川末日会降临，直到这天表姐的电话再也打不通，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我必须做点什么，让我身边的人能好好的活下去。这个冬天格外难活，已进入11月，依旧暖得像春日一样。微风拂面，阳光和煦，连路边的树木花草都郁郁葱葱的。而这也正是气候异常的所在。我带着阿花冲进商场，开始疯狂的采购，不买别的，只买棉被、暖宝宝和超厚羽绒服。带着堆积如山的物资，在商场众人惊讶的目光下，我拉着阿花快步走出了商场。东西明天送到我们新租的别墅。阿花，现在我们去下一个地方扫货吧。百余，你没发烧吧？他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。阿花，我没病。我深呼一口气，我跟你说过，表姐从来没跟我开过这种玩笑。舅妈一家都在气象局工作，前天表姐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抓紧时间找避难的地方和囤粮。冰封末日要来了，刚开始我没信，可是最近的气温越来越不对，1个月后，人类或许会迎来极寒之灾。花费了10分钟，我才把前因后果跟阿花讲明白。她虽然半信半疑，却拗不过我，陪着我转了一整天，买了一大堆她觉得用不上的东西。我一直都是个末世迷，越灾难片无数，可现在末日真的可能要到来，我的内心突然感觉一阵焦虑和恐惧。原来看别人写出来的和自己亲身经历的真的不一样。1个月的时间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我得知消息的时候，已经过去了1周，再算上月初摆烂的几天，现在只剩下了不到3个星期。前期的准备工作，我绝对不能耽搁。在赶往下一个采购目的地的间隙，我在网上写了一篇近期天气异常的文章，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见解和需要准备的物资清单。如果看到的人能相信我，我就可以帮他们一把。可是我籍籍无名，没什么影响力，回复寥寥无几，只有10几条评论。大部分评论是在嘲讽我，可是其中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他居然真的一本正经分析了极端天气。这位网友的网名叫做王姐批发土鸡蛋。王姐批发土鸡蛋评论说，租带超大3层地下室的别墅的思路没问题，
但一定要在内外都增加抗冻混凝土。混凝土强度选 C40， 抗冻等级选 F300。太阳能发电机必不可少，但要在四周都砌上混凝土隔挡。正上方选用真空玻璃，地上再怎么防御，最后都会住不了的，所以要直接转入地下。王姐批发土鸡蛋提出的这些建议，好像她真的经历过一样。我不再迟疑，立刻托关系联系了本地最好的一家装修公司，把王姐批发土鸡蛋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一遍，费了很大力气，加了足够的钱，才搞定装修工人今天来帮我们砌墙加固保温。我从没有想过冰川末日会降临，直到这天表姐的电话再也打不通，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我必须做点什么，让我身边的人能好好的活下去。时间定下后，我还是心里堵得慌。天灾面前，人类是多么渺小。我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次灾难，但我知道为了活下去，我要尽力一试。阿花看我忧心忡忡，安慰我说：“别担心，真是世界末日，我就随你去了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嘛。”我抓紧她的手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这种玩笑？我会保护好你的。转身继续采购，因为是新租的房子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提前购买的物资也要下星期一才送到，所以我加钱让装修工人们必须保证质量和速度，在下星期一之前装修完。由于我出手阔绰，装修师傅很给力，不仅完工迅速，而且质量很好，完工时间比原定的日期还早了一天。我大方地接了尾款，他们临走前我还好心提醒，可能要降温了，得注意保暖。装修师傅笑了笑，说：“靓仔，你看这天气，今年估计都不会下雪。”哎，算了，说了也没人会信。这个星期我和阿花没闲着，又买了大量的暖宝宝、小太阳、充电式暖手宝、72小时加热贴。对了，装修的时候我还让师傅们装了一个壁炉烟囱槽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家门口的监控也不能少。我还订购了300箱泡面、200箱自热火锅、50箱零食、30箱压缩饼干、12箱火腿肠、10箱卤制品、500桶装水、100箱瓶装水、200袋大米、1吨面粉，可以长期保存的食物我都买了个遍。如果不是房子里实在放不下了，我恨不得把超市搬空。此外，我还买了种子若干、调料若干、日用品若干、猫砂若干。买到后面我已经记不清我都买了什么，累得像条狗一样躺在摇椅上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在东西添置的差不多之后，我把我的父母也接了过来。说来惭愧，如果直接告诉他们世界末日要来了，他们一定不会相信，所以接父母的理由是我要结婚了。阿花的父母常年在国外出差，现在叫回来也来不及了。阿花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，千叮咛万嘱咐后才挂断。爸妈和阿花坐在一起，嘴上一直笑得合不拢嘴，一个劲地夸阿花好看，旁边的阿花一个劲地在喝茶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骗父母说要跟阿花去选婚纱，让他们多待一段时间。看着我妈眼角流露出的喜悦之情，我暗下决心，一定不能辜负表姐的好心提醒，我也一定要让所有我在乎的人都活下去。末世很可怕，我只能保护好自己的家人。要开始降温了，我忙得焦头烂额，一边要采购物资加固地下堡垒，一边又要应付父母对结婚事项的询问。家里能换成抗冻的东西都换了，信某卡、某杯、某信都刷爆了所有额度，我还是有些不放心。地下3层我又找了另一批装修工人检查了一下，确认了之前的装修工人没有偷工减料。我让这批工人帮我加固了周围的粘土体，确保如果突发其他灾害，不会导致我们被埋在地下。只是房屋装修就已经基本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，我变卖了心爱的国产之光小迷你和刚买没多久的小型公寓，以及很多曾经咬牙买下的各种手办、模型，还有用不到的电子设备，又借了一大笔钱来购买其他物资。反正这些钱未来都用不上了，再贵的手办也不如一件羽绒服来的实在。阿花也把她积攒多年的存款全都转了给我，钱打过来的前一秒，她什么都没跟我说。我很惊讶也很感动，她是唯一一个一直支持我的人，也无条件相信我说的每一句话，哪怕末世听起来如此离谱，她也愿意给予我全然的信任。这段时间囤粮就已经装满了地下1层，我以为我租的房子已经非常大了，但总感觉远远不够。我又陆陆续续买了一些可以长久储存的食品，甚至还买了很多酒。如果气温实在太低，喝酒也可以御寒。
我又储备了大量的肉，肉类可以低温冷冻保存，保质期也很长。做这些的时候都只有我和阿花参与，不能让我们的父母太早知道这些事情，老一辈的思想保守，肯定接受不了。我们准备的七七八八了。冰封降临的前一天，阿花拉我去了一趟珠宝店看钻戒。阿花，都这个时候了，怎么还要买钻戒？我很不解。为了让你父母相信我们是真的要结婚了，而且冰封真的来了，这也能纪念我们一起度过的末日时光。阿花晃了晃手机，露出2颗小虎牙。我已经跟我爸妈说明了情况，并且给咱们都拉了个群，报备了我们准备的物资。我爸妈在国外也会全力想办法度过的。原来是这样。进入商场内，阿花体贴的给我买了一杯热奶茶。现在天气越来越凉了，冰封降临后再想喝上一口热奶茶可就难了，所以我得多喝几口。喝完热奶茶，我们来到琳琅满目的钻戒柜台前，我被晃得睁不开眼睛。虽然钻石恒久远，一颗永流传的广告词都是炒热度的，但是说实话，我觉得没有任何女生能拒绝钻戒，尤其是最爱的男人送的结婚钻戒。看到其中一枚切割规整立体的钻戒，阿花久久不能移开眼。柜姐好像看出了阿花很喜欢这枚钻戒，很有眼色的拿出来，给阿花讲解这枚戒指的由来。每一枚钻戒的背后都有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，我们的理念就是用这段浪漫守候下一对得到浪漫的你们。阿花听得津津有味的，在柜姐彻底讲完后，阿花有点不好意思，听得太入迷了。她转头看向我，我从阿花眼中看见了期待。我转身递出卡，对柜姐说：“我买下了，刷卡吧。”随后接过钻戒戴在了阿花手上。办完手续后，柜姐满脸开心的将我们送出了店外。我和阿花用这最后的时间，在附近的批发市场买了整整一辆3轮车的东西，除了食品，还有牙刷、牙膏、纸巾、锅碗瓢盆。最后一天了，也不用再避讳什么，我让司机把车开到了家门口，父母早就在门口等着了。看着满满一车东西，他俩傻了眼。你们这是要去逃难吗？我妈惊呆了，旁边的搬运师傅都被逗笑了。我没有搭话，只是监督搬运师傅们一件件的往家里搬东西，直到最后东西都搬完，结了账，目送师傅们驱车离开。等一家人回到了客厅里，我这才把实话告诉爸妈。爸妈，末世要来了，可能你们不相信，但我绝对不会骗你们。我用了半个小时跟他们解释，听完后，爸妈面色凝重，一言不发。你舅舅一家还好吗？父亲问我，50多岁的汉子，这一刻的声音竟然有些颤抖。我爸妈是青梅竹马，舅舅跟我爸也是发小，长大了却因为工作忙联系不多。表姐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安全屋，别担心，灾难会过去，我们都会好好的。接着我们一起搬运这些物资到地下室，全部搞定之后，4个人坐在新租的别墅大厅里面面相觑。你表姐也不是莽撞不懂事的孩子，事情应该8九不离10。老爸表情凝重地说：“末世真的会来临吗？”我妈还是不太信，谁也没接我妈的话。大家的表情都很难看，谁也不想末世来临。但是如果是真的呢？又怎么证明这不是真的？孩子他爹，你现在去开车，我们去24小时便利店再买点。我妈突然站起身，把我们吓了一跳。行，咱们也得跟孩子们一起忙活，不能坐享其成。今晚咱们吃顿不干净的外卖，也算一家人一起过年了。老爸起身往外走去。爸妈，你们别出去。我着急的想叫他们回来，却被阿花拦住了。鱼啊，照顾好阿花，等我们俩回来，我们不出去买点东西，心里没底。我爸嘱咐完，就直接把门关上了。大鱼，没事的。阿花劝我，叔叔阿姨也是闲不住，以为我们要结婚了，还各自嘱咐了我们很久。他们是觉得耽误我们办正事了愧疚，这才出去，想尽他们最大的能力帮我们置办足够的东西，也是让他们自己心安。这冰封马上就要来了，让梁老出去总感觉会不太好。末世这个词离我太远了，我只在小说里看到过听说过，从来没有想过真的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发生在我生活的时代。就这样，我一直在门口坐着，等爸妈回来，阿花就陪我坐着。我们聊儿时的事，聊初识，聊感情经历，聊学习。阿花，我吸了吸鼻子，不禁抱紧了双臂。你觉不觉得有点冷？阿花没有说话，抬头望向天空，我跟着看去。今天没有月亮，可是天空仍然有亮光，
是那种不需要路灯照亮就可以看清的天空。好红，天空什么时候变成了暗红色？我错愕的看着阿花，这是要下雪了吗？阿花点了点头，看着天空红的程度，说：估计雪不会小。我内心的不安到了顶点，一片雪花落在了我的手心。爸妈出去那么久了还没回来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一辆吉普和一辆大卡车并排行驶过来，吉普车的副驾驶座上，我妈在向我们招手，我赶紧迎了上去。老妈说道：这孩子，我们一共就去了4个小时，怎么还一直在门口等着我们呢？就是下雪了，我们不得开慢点，出事了谁照顾你们2个小的？你看这天红的多吓人。老爸真是个不懂煽情的男人。老哥，你也别说你家靓仔了，他也是替你们二老担心，下大雪了估计要变天了，冬天要来了。大卡车上下来了3、4个工人，开始从卡车上搬运物资。等所有东西都搬完了，父亲给了搬运工好大一笔钱。就这样我们整理物资一直忙到了深夜1、2点，外卖也没点，就随便吃了点泡面，然后去休息了。我们一家人在别墅3层，一人挑了一个房间。现在还不太冷，没必要住进地下室。一觉醒来，因为开了空调，屋内很温暖， WiFi 网络仍然可以使用。窗外的雪花从星星点点的变成鹅毛大雪。阿花的父母给他打了个电话，告知一切平安，粮食等物资都很充足。聊了好一会儿才挂断电话。来到客厅，我和爸妈透过别墅的窗户，看着天空中的雪越来越大，地上的积雪越来越厚。雪花从一开始的硬币大小变成后来的瓶盖大小，再后来竟然如同小孩拳头那么大。我爸妈说他们活了50多年，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。中午酒足饭饱后，我下意识的又看了一眼窗外，雪已经及脚腕那么厚了，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我又看了一眼天空，好像越来越红了。外面其他别墅庭院门前已经开始有小孩子出来打雪仗堆雪人，这就是童真呀。我拿出手机刷了起来，新闻说市区明日即将开始供暖。更多的新闻报道，今日多个地区突然出现大到暴雪，局部地区出现小到中雪，我国出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降雪。新闻呼吁各位市民，能不走动就尽量不走动，能不外出就尽量不外出。我走到窗边，稍微打开一道缝，真冷，我打了一个寒战，赶忙关上了窗，看了一眼墙上的温度，室温仍是26摄氏度，空调在正常运作，虽然还没来地暖，但是好在电没有停。要我说啊，你们小孩就是太迷信，我们都不信末世这一说，你们认真的跟什么似的。现在好了吧，大雪封路，2个小年轻要跟我们2个老的待一块了。老爸瞥了我一眼，挤兑道：你个老家伙，说老的别带上我好吗？你爱上哪儿老上哪儿老去。我妈不乐意了。天依旧很红，雪连续下了4天，但只有第1天下的很大，后来每日递减，就这样连续过了5天，雪终于停了下来。别墅里的温度稳定在28摄氏度，今年的供暖效果真好，网络仍然畅通。虽然我市没什么太大变化，但全国各地仍然有地区不断陷入暴风雪之中。本次大规模异常降雪是史无前例的，国家给本次降雪命名为拉尼娜暴雪季。一眨眼2个星期过去了，外面连续14天出现暗红色天空，太阳再也没出来过，仿佛它不曾存在过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那天雪停之后，外面倒是更加的冷了，行人也越来越少，都嫌天太冷了不想出门。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，每天都在降温，屋子里的温度只能靠空调才能维持28摄氏度了，外面很少能看见行人和车辆。前阵子出来打雪仗的孩子们也都不出门了，小区群里怨声载道，大家纷纷议论为什么今年这么冷。在网上我们了解到了其他地区的情况，某些地区因为持续低温，室外工作被全面叫停了，某些高纬度地区已经开始出现电力短缺问题，暂时和外界失去联系。因为灾难来得突然，很多没有供暖设备的人只好去避难所。我家不远处就有一个，已经停满了警车和救护车，从我家窗口刚好能看见避难所门口，人群嘈杂的声音即使装了隔音墙也不能完全隔绝。每所医院都出动了救护车，医护人员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在避难点附近等待。医院里也人满为患，不过还好，我们小区还算安全，
各家各户都存有一些粮食，供电供暖都正常，也没有出门避难的必要。就这样又过了1个星期，今天外面格外冷，连带着家里的温度也降了下来，怎么有点冷？我搓搓手，阿花看了一眼室温，21摄氏度，随即她打开了空调。我们家已经不能只靠供暖取暖了，虽然供暖设备还能坚持，但效果已经没那么好了。短短2个星期，沿海的 S 市的海已经结冰， Z 市某高楼的玻璃因极度低温碎裂， F 市的雪从未停过，厚度已经到了超过成年人身高。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，浩劫来临之前越是风和日丽，来临之后的满目疮痍就越是触目惊心。今天小区里已经有好多人驱车离开了，虽然供暖都还能维持，但估计家里的食物已经不多了。小区业主群里也格外热闹，一些离开的人说，所谓的避难所环境很差，虽然暖和，但是人挤人，只能睡在商场的地上，每天吃分发的压缩饼干，苦不堪言。一些人还在坚守阵地，觉得不过是一场大雪，没必要重视，多买点粮食就可以了。业主群的一条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谁家里有药？我家孩子发烧了，帮帮我们吧。我想起前阵子玩闹打雪仗的孩子们，不知道是不是其中的一个。阿花有些不忍心，想问那个业主给地址，但是却被我拦住了。我知道末世之下，物资外露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前所未知的危险。阿花的表情有些凝重，饭桌上前几天还能说说笑笑的我们，现在只能一言不发的刷着手机指音网，时时关注着各地的低温灾难情况。1个月内，我市的室外温度已经跌到零下40摄氏度了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我爸把手机递到我们面前，在外面待几个小时就会被冻昏厥吧。我妈感叹道，现在别墅1层已经不能待人了，多在那儿1分钟我都冷得不行，好在供暖还可以勉强维持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把地上的物资都搬到了1层，算一算食物应该还够吃半个月左右。我们准备等这些物资彻底消耗完后，就转移到相对安全温暖的地下室生活。今天又变冷了，气温还在持续降低，室外温度已经到了零下48摄氏度，真是越来越冷了。雪又开始下了起来，起初还是小雪，慢慢就变成了鹅毛大雪。小区的其他业主也陆陆续续的开车离开，看来一部分人储存的食物已经不够他们继续生活下去。我看着室内的供暖温度只能维持在16摄氏度，走到阳台，看着不远处的避难所，那边传来了不小的躁动，似乎有人因为食物问题争吵了起来。维护人员连防爆盾牌都拿了出来，我看到这马上躲回了客厅里面，不能被别人发现了。走到1楼，我跟爸妈商量着这些食物省着吃的问题。阿花拿着手机急冲冲的跑过来，递到我面前，看着上面的新闻，我不由大吃一惊，因为食物紧缺，避难所将逐渐减少接收安置人员，请各位市民前往尚有余力的其他避难所。爸妈也凑过来，看到这些消息，梁老脸上满是凝重的表情。老爸说，这下不知道要有多少人熬不过去了。我安慰老爸说道，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末世之下人人平等，没有超能力的我们只能顾好自己，怜悯之心只会给我们带来意外。老爸没再说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相信以老爸老妈的生活阅历，会明白我说的这些。一晃又是1个星期过去，外面的温度已经到达零下56摄氏度了。这个别墅区里的业主基本上都是在群里抱怨，到处求食物求吃的。有人在群里发消息，愿意用钱换粮食，用车用手表，哪怕是只要能换一口吃的，但是却没有人回应。而最近一批开车离开的业主，有人发了一张照片，是外面避难所大门紧闭的照片，另一位业主也发了一张，是隔壁 S 区的避难所，也是关着门。我点开一看，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人，非常拥挤，根本没有办法再进入。什么情况 ？Z 区我都跑遍了，避难所也没一个是开着的，车都快没油了。另一位大叔发语音骂骂咧咧的说着，我正刷着手机看群里的情况，突然远处一声巨响把我们吓了一跳，好像是玻璃碎裂的声音。我们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是隔壁那个避难所的商场玻璃被砸碎了，旁边聚集了很多人和车，管理人都控制不住现场，密密麻麻的人往避难所里挤，有的人甚至直接把车冲向停在门前的警车跟救护车，场面混乱不堪，太疯狂了。我不禁感叹道，
老爸一脸严肃地说，这种场面，人是会疯狂的。还没等我们再多说一句，一声枪响霎时间回荡在这片区域。听见枪声，我们不禁都后退了一步。老爸连忙把窗帘拉上，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仅仅是一个晚上就彻底变天了。可怕的不只是天灾，还有人心。难以想象在接下来的日子，人们究竟会疯狂到什么程度。还没等我多感慨一会，老妈慌忙把手机递给我，说道：鱼啊，你看业主群。只见是一个秃头大叔头像的人在群里发了一句：“404那户有物资，我之前在楼下散步的时候，看见他们一车一车的东西往家里拉，肯定藏了好多吃的。”接下来是一堆人回复，什么有东西也不分，一起上门去找他们理论，大家团结起来去他家找物资之类的话。我看着这一条条微信消息，冷笑一声，这就是人性啊！我对爸妈说，不能再拖了，地上没吃完的这些就留给他们吧，要是把这些都搬下去，怕是来不及了。爸妈对视一眼，点点头，简单的拿了点东西就往地下室方向走去。我把家里的摄像头网络连上手机，顺便把空调给关了，接着把家里的窗户都打开，还把遥控器带上，尽量把家里的温度降到最低，让来我家抢物资的人没有多余的时间待在这里。等我们一家子来到地下室入口的时候，已经听见大门外传来砸门的声音，甚至还有枪声。我拿出钥匙打开了地下室的第一道钢化门，又打开第二道指纹解锁的门，接着是第三道。爸妈看得目瞪口呆的，这拿榴莲弹来也炸不开吧？那必须的，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防弹级别。看着我妈那惊讶的表情，我心里一阵得意，不枉我之前准备了这么久。进入地下室，温度和室外果然还是有区别的，虽然有些凉，但是地下室的阴凉比室外的寒冷好了很多，没有那种让人刺骨的感觉。我看了一下地下一层堆放的食物和日用品，这些都还好好的，没有发霉变质的征兆。想想也是，这么冷的天，这不就好比一个特大号的冰箱。再下到地下3层，温度比上2层好了一些，这是我们居住的地方。这一层我之前让施工队的工人帮忙装修了一下，6个房间里4间拿来装物资，剩下2间是卧室，爸妈一间，我跟阿花一间。虽说是地下室，但是该有的一样不缺，有厨房，有厕所，就连楼顶的太阳能发电板的线路都已经连接好了地下室的每个地方。这下也不怕没电了，平常的手机充电是够的了。这拉尼那冰封刚拉开帷幕，人就开始乱了。那接下来的剧情估计会像电视里面的差不多了吧。我打开手机，看着家里1楼上面的监控，大门已经被破坏了，一群人正在为我们没带走的物资大打出手。我一眼就看见了人群中那个秃头大叔，他极力的把蔬菜往身上藏。不远处，一个脸上有伤疤的男人看见他的小动作后，上去就是一拳将他放倒。秃头大叔不服气的吼道：“是我通知大家来拿物资的，我有分配物资的权利，你凭什么打我？”哼，就你这出卖别人的德行，也敢在我面前乱叫！接着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架在大叔脖子上。你再说一次，我这刀。他说刚刚没听清你的话。众人看到这架势，纷纷都躲到一边，沉默的看着。大家都躲到一边，刀疤男转头用胡萝卜指着众人说道：“是我带你们破门冲进来的，这物资是不是我先拿？你们还有谁不服气的？站出来说话！”其他人都畏惧刀疤男手里的胡萝卜，脸上不敢表现出有任何的不满，只能纷纷点头表示认同。于是刀疤男开始将我们留在1楼的物资往麻袋里装。正当他收拾的起劲的时候，突然大厅的灯光闪烁，随后熄灭变暗，看来是水利供电系统开始出问题了。随着长时间的下雪降温，零下56摄氏度的水利发电站都受到影响停运了。这时大家的手机都收到了短信通知：各位市民朋友，因为本市水利能源发电紧张，部分不重要地区供电系统将陆续停止。从今晚12点开始，只针对给各个避难所以及部分大型商场供电，请还在避难所外的群众自行前往以上地方。还在1楼抢物资的人中，一个头发中分的男生是第一个看完短信的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直接跑去把桌子上的物资揽了一把，就转身往门外跑。其他人也看完手机短信后，也纷纷效仿，但是因为刀疤男先装了很多，所以大家都只是拿到很少的物资。轮到秃头大叔这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秃头大叔开口求道：“这位兄弟，
看在是我在群里告诉大家这里有物资的份上，能不能给我留一点？只要一点就行。但经过刚刚大家突然风卷残云般的拿物资后，刀疤男正好在气头上，直接给了秃头大叔一脚，骂了一声：“你在想屁事！”接着转身也走了。阴暗的一楼大厅中就只剩下了秃头大叔，一圈又一圈的翻找着我家。幸好我之前留了个心眼，让修筑岩土体的工人帮忙在通往地下室的过道加了一堵暗门，估计柯南来了也发现不了入口在哪，毕竟华国建造可是出了名的牛。最后秃头大叔那个落寞的身影慢慢也在摄像头的范围内消失了。地下室里，我通过手机监控看着发生的这一切，不知老爸什么时候也凑了上来。他说：“鱼啊，刚刚通知说这里要断电了，你怎么还能通过摄像头看到这些人呢？”老爸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之前在装摄像头的时候就把这线路划分到地下室一起了，以便地面上停电了不影响我在地下室观察家附近的情况。那现在这外面的天空一片通红，单单靠太阳能发电的话，我们这里应该能撑下去吧？我给予老爸一个肯定的眼神说：“老爸，那必须没有问题的，这里就是按照末日来临的规格建造的。最里面的那个房间就装了发电机和汽油，还有在你们房间里面的健身单车也不是简单的健身器材，它下面连着的是这个地下室的蓄电池，只要你们平时在上面骑，就会把动能转换成电，储蓄在电池里。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电的问题。”老爸竖起大拇指说道：“哈哈，鱼啊，真是我的好大儿，事情能想得那么周到。”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避难所内，不少人正排着队等领物资，队伍长长的看不见头。随着温度的下降，不少人都因为商场的供暖设备跟不上降温的速度，一个个都靠瑟瑟发抖来取暖。其中一个胖子实在忍受不住这漫长的等待，就冲向队伍的最前边，刚好挡在钟宇和大宇面前。看到突然插队进来的胖子，大宇毫不客气地骂道：“你这胖子能不能有点素质？不知道好好排队是吧？”胖子谄媚地笑道：“两位兄弟，我这身上肉太多，容易发热，你看能不能先让我领到这物资？我有票票，我可以给你们票票。”说着，胖子从口袋掏出一把红色的票票，递到二人面前。钟宇挥手打断了胖子的动作：“这冰封末日的，要这票有什么用？你赶紧回到后面排队，不然我们哥俩可要动手了。”随后，钟宇跟大宇成夹击之势围住了胖子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像是指挥员的人发现了队伍的混乱，走向他们，喝了一声：“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吃得饱穿得暖，想出去帮忙探路？是不是？”三人一看是军队指挥官老许，都纷纷闭嘴，不敢再说话，只能乖乖的回到队伍里继续排队。接着，老许转身往议会室的方向走去，刚进门就看到其他组员都是满脸愁容的讨论事情。老许直接开口问道：“现在这个避难所里情况怎么样了？”许队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出现了冻伤的情况，甚至更严重的已经有人挺不过去了。特别是越高的楼层温度越低，基本上5楼以上的高度已经不能再待人。预测现在室外的温度已经到达零下65摄氏度，要是再没有物资送来，供暖速度再跟不上，估计我们这个避难所很难再熬下去。要是每天都有人撑不下去，我怕会引起混乱啊。另外一名稍微年长的组长开口说道：“许队，我们已经把人都集中在4楼以下了，5楼上面的。”行了，我知道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寻找一个能容纳那么多人的地下防空洞。我已经跟上级联系过了，只要我们能熬过在温度低于100摄氏度之前躲进地下室，是有希望能躲过去的。随后，许组长打开一张地图，在上面寻找了起来。根据他得到的消息，在离这个避难所商场3公里以外的地方就有一个防空洞，深度在地下8米左右，空间很大，里面就存有不少的物资。他抬头看向议员问：“现在这个避难所里有多少人？是还有行动能力的？”前2天统计还有3万，现在估计还剩90%吧。在场所有人脸上都显得特别凝重。老许走到窗边，看着室外的大雪，估计已经覆盖到成年人脖子的位置，再不加紧时间就更加难熬。白茫茫的一片，想要走到3公里外的防空洞，难度可想而知是有多大。他拿出指南针看了看方位，幸好这小东西没有失灵。站在窗前思考了一番，确定好方向后，老许回到会议室，当即向另外3名组长说道：“我们不能再拖了，现在必须要提前派人去3公里外寻找防空洞，确定好位置，不然等到带着避难所全部的人转移过去才开始寻找。先不说他们愿不愿意，这其中存在的风险就很大。”稍微年长的陈组长说道：“可是队长，我们这次一共带过来的人手不是很多啊，
我这个小组，小吴的小组再加上小张他们小组，一共才15个人。虽然还有医务人员是跟我们一起来这个避难所的，但是不能让他们出去寻找呀。其他2人也点点头，表示认同。在没有定位的情况下，光靠着大概的方位去寻找，难度还是不小。再加上现在下雪的厚度越来越高，路面上全是白茫茫的一片。老许思考一番后，看向小吴、小张2人：“你们2个带10个人一起去寻找防空洞，剩下的跟我和老陈在这里守着秩序。”2人对视一眼，点点头，只能是这样子了。老许递过手中的指南针和地图，在上面画了几个圈，确定好方位后，又嘱咐了几句。小吴、小张2人站起身行了个礼，异口同声的说道：“保证完成任务。”接着就向楼下走去，开始集结队伍，准备往3公里外的防空洞出发。楼下的队伍休息室，2人把老许吩咐的命令传达给各个队员后，众人开始收拾装备，穿上防寒服，带上防寒装备。随后10人穿过大厅，来到门前。所幸每天都安排有人清理门口的积雪，不然现在连门都打不开。还在楼下瑟瑟发抖的其他人看到这幅场景，都开始小声议论了起来。其中就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那个秃头男。他凑向旁边的人说：“刚刚出去的这些人好像是维护人员，他们是不是丢下我们自己跑路了？”旁边的大姐听他这么一说，脸色一白：“应该不会吧？他们不是来保护我们的吗？”哎，末日下人心难测，你看现在分给我们的物资越来越少了，是不是看我们好欺负，想把我们都冻伤饿死，然后自己占着物资好活下去？大姐将信将疑的又抬头看了一眼刚刚队伍离开的方向，嘴里嘀咕一句：“最近好像确实是给我们吃的减少了不少，都把我饿瘦了。”2人的讨论声越来越大，旁边也有不少人听到了，都往秃头男那边看过去，就连胖子也不由得把耳朵竖起来，认真的听着。正当秃头男说的正起劲的时候，一个身影直接把他踹倒在地，大骂道：“秃子，怎么哪里都有你？上次在群里害了同你一个小区的一家子，现在又想在这里搞什么幺蛾子？我小包子好不容易找到个舒服的地方躺着，你搞什么飞机啊？吃饱了没事干是不是？”秃头男一看是在别墅里揍过自己一顿的刀疤男，心里恨得牙痒痒。好你个刀疤男，管你是大包子还是小包子，我说的是事实，上次的物资还是你拿最多，大家快过来看啊！这个刀疤男小包子，他不但打人，还抢了别人的物资，大家都过来看啊！他身上一定还有很多物资，看见他身后的麻袋了吗？就是装在里面的，我们一起上，把他控制住，物资我们大家平分共享。周围的人看了看秃头男，又看了看小包子，可能是因为小包子脸上的刀疤，让大家比较倾向于相信秃头男，于是纷纷上前把小包子围住。旁边的胖子也想上去凑热闹，却被钟宇一把拉住了，开口劝道：“胖子，我看其中的事不简单，我们最好先在旁边吃会儿瓜，看看事情走向。”小包子看见那么多人围了上来，不由得在心里嘀咕：早知道就不该把胡萝卜吃了，本以为在这里能安静的当个摆烂的包子，看来我还是高估了这些人在末日的反应，真是晦气。随后小包子放下麻袋，摆出御敌的姿势。正当气氛愈演愈烈的时候，会议室里的老许跟老陈走了出来：“够了，都给我停下！是不是分给你们的食物太多，吃饱了没地方消化，都跑这跳广场舞呢？”秃子看见领队的老许后，立刻表现出一张委屈的表情，跑上前抱着老许的大腿，哭着喊道：“队长，你可要帮帮我呀！这个人，这个小包子不分缘由的上来，就是给我一顿胖揍。你看我的帅脸，都被他打成中分了。你不是秃头吗？你别看我秃头，我可是有着一颗中分梦。好了，别胡扯了。”老许转头看着小包子问：“你说怎么回事？”“没什么事，就是听见有苍蝇在嗡嗡乱叫，吵到我了，顺便清理一下而已。”“哟嚯，小伙子还在这耍帅呢！不要以为看过几部古惑仔就能在我面前乱摆弄绣花针。”一边的胖子听到这，没忍住笑了出来。没等钟宇捂住他的嘴巴，老许一个眼神瞪向胖子：“还有你们，光看热闹都不过来劝架是吧？老陈把他们全部记上，今晚分配的食物都减半。”老许还想再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他身旁老陈的军用对讲机滋滋的响了起来。老陈一看，是上午出去寻找防空洞的小吴那个频道。“怎么了？小吴是有防空洞的消息了吗？”在众人的期待中，先是滋滋啦啦的电流声，随后是小吴筋疲力竭的声音：“对，队长，不好了，我们10个人一开始刚到地图上标记的地点附近，就分成了3队，觉得这样能提升寻找效率。可是随着时间推移，我这的通讯与小张跟另外一支小队都断开了，
当我意识到事情不对劲的时候，想出来寻找他们，可是这大雪一直不停地下，把他们的足迹都掩盖完了。老许拿出他的军用对讲机，调到小张队伍的频道，任凭他怎么大声呼唤，都没有消息传回来。旁边的其他人听到刚才的对话，也大概明白了，原来早上出去的那批人并不是抛弃他们，而是为他们前去探路，寻找下一个有效的避难点。想到这，先前的大姐看向老许说：“这位同志，我替刚刚我说的那些胡言乱语向您道歉，真不应该听信旁言，就在这胡闹。”说完，狠狠地瞪了一眼秃头男，其他人也纷纷看向他。秃头男羞愧地低着头，一声不敢吭。好了，你们胡闹的事情就先不说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需要人手前去支援。你们这里有人自动报名吗？众人听到老许的话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竟一时沉默。也是，这外面冰天雪地的，估计现在外面都已经零下70摄氏度了。就在场面鸦雀无声之际，小包子站了出来，举手道：“我报名。”接着钟宇、大宇也站了出来：“我们俩也报名。”胖子看到钟大宇两兄弟都报名了，也不甘示弱的往前挤，举手说：“俺也一样。”接着大家又齐齐转头看向秃头男，感受到大家的目光，秃头男颤颤巍巍的举手说：“算我一个。”老许点点头，对几人说：“跟我来，穿好装备，准备出发。”等到大宇、钟宇、胖子等几人都穿好了抗寒装备，老许转头对老陈说：“老陈，你在这里稳住人员，我带领这几个小伙子刨地3尺，也要把失去联络的队员找出来。”老陈点点头：“许队，时刻注意好安全，外面风雪交加的，行动别太激进。”接着众人在老许的带队下往大门方向走了出去，一路上秃头男都在那畏畏缩缩的。小包子为了防止他在半路搞出什么幺蛾子，特地走在队伍的后面盯着秃头男。众人沿着老许制定的路线行走着，来到之前跟小吴通话的位置，看到小吴做的标记后，进入那个房子里面。小吴正和其余2位队员在里面休息，看到老许后又把之前的事情都说了一遍。老许点点头，接过指南针跟地图，3个地方。小吴，你们搜查的这个点不是防空洞，那就剩下另外2个了。接着老许继续带着众人徒步前往第2个标记点。片刻之后，大家来到一个商场大楼，这里是第2个标记地点，周围静悄悄的，除了刮风下雪的声音之外，再也没有多余的了。老许挥挥手，示意大家接着往下一个地点出发。等到他们来到第3个标记地点后，老许眼尖的看到墙上刻有一个星星的标志。他们来过这里，这是一个类似地下车库的地方，但是白雪覆盖，只露出一个小包。大家分散去寻找一下能进入车库的入口。没有一会儿功夫，终于喊道：“许队，快过来，我这边有一个入口。”等到大家从入口进到里面后，确实是一个车库，地面上还留有人走过的脚印。这脚印很轻，有可能是小张他们。大家小心，跟紧我。随后众人跟着脚印往车库的更深处走去。这时终于开口说道：“大哥，我怎么觉得这是在走下坡路呀？胖子，你觉不觉得？”“确实是，我整个人都想往前面滚了。”大鱼也点点头，表示认同。走着走着，前面出现了一个拐角，老许跑上前一看，竟然是一扇闭合的大门，看着上面几个大字，显然他们找对了地方。门旁边的密码锁盖子已经被打开，看来小张他们果然来过，并且已经打开门进去了。这个密码是老许出发前就告诉了他们的。大家戒备，小张他们已经进去了，但是却没有联系我们，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。我现在输入密码开门，你们其余人看准时机。身后其他人点点头，随着老许输入密码，大门缓缓打开，防空洞里面涌出一股暖流，仿佛里面有暖气一般。映入眼帘的是，地上躺着7、8个人，正是小张带队的几人。看见倒在地上的小张几人，老许冲进了防空洞里面，把他们拖了出来，探了一下他们的鼻息，幸好还有气息。老许对着小张上去就是啪啪啪几个大壁兜。不一会儿，小张悠悠转醒，看到面前的老许，立马坐直了身子。许队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这是睡了多久？不算太久，也就上午到现在。说说你们这里是怎么回事？我这个标记点，因为之前考虑到是停车场，于是我们跟小吴他们那队分开后，就先来了这里，想着人多能快速把这里搜索完，然后去下一个地点。可是进来后发现直接就找到了防空洞，于是我们输入密码打开门进去，可是由于不熟悉地形，不小心触碰到了防御系统，大门就直接关闭了。加上这个防空洞平常应该不经常打开，里面的空气不是很足，我们几个人就晕了过去。好在我们在上面车库大门留了标记。了解了事情的大概原因后，老许点点头，
这也解释得通为什么之前军用对讲机一直没人回应了，原来是这几个家伙全都晕倒了。还好老许他们及时出动，来得及时，把门打开，将他们拉出来呼吸新鲜的空气。接着老许拿出防空洞的地图，对照的上面的内部结构图，找到了这个防空洞的指挥中心，在里面打开了内部的空气循环系统。所幸这里的设备是放在地下，没有受到寒流的多大影响，毕竟这些都是军用级别的东西。看着外面的空间亮了起来，老许又前往建筑图上标着食物储存的房间。打开房间，里面是一箱箱的脱水蔬菜，还有水果、面条、食物。巡视一圈，老许还看到有种子、植物营养液等等这些能无土栽培的物资。这下好了，吃的暂时不用考虑了。然后他又走到下一个房间，这里是整个防空洞的供暖供电的动力系统。打开门一看，把老许吓了一跳，因为他看见了不只是采用了新型的氢能源，旁边还有一个更加吸引人的标志，上面写着备用能源这4个大字。现在只要把之前避难所那里的人都安置进这个防空洞内，熬到上面通知冰封结束，再出去重建家园就可以了。接着老许来找到众人，先是用对讲机跟老陈说了这边的情况，让他做好迁移人员的准备，然后安排了小吴带领2名队员，还有大宇、钟宇、胖子等人回到避难所，把其他人带来这里，而他要带着剩余的队员亲自守着这个防空洞，不能有什么闪失。随后就是众人有序的转移了。我看着手机里的监控，刚好能拍到浩浩荡荡的人群，看着他们迁移的大部队，看来是找到新的避难所了。希望他们能熬过这个寒流来袭的冰封末日。老爸走过来说：“鱼啊，前几天种下去的蔬菜种子发芽了，一会别忘记去给他们浇浇水。我回房间运动一下。”接着神秘一笑，我欣慰的看着老爸，一家人能在这末世下生存下来真好。这时阿花在房间里喊道：“百鱼，快来，我发现了一部好看的电影，快来跟我一起看。”嘿嘿，还浇什么水？先看电影去了。尊敬的市民朋友，本次冰封寒流来袭，预计时间会持续3年左右。预测造成本次寒流来袭的原因是环境遭到破坏，导致地球臭氧层稀薄，甚至出现漏洞。请大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做到保护环境，爱护自己赖以生存的每一片土地。我与大家一起等待冰川溶解的那一刻。我看着手机收到的一条视频，这冰封要持续3年啊，那我得抓紧时间了。接着继续埋头跟阿花看起了电影。我跟阿花拉着小百鱼一家子走出了别墅的大门，看着外面风和日丽的，尽管还有部分的雪没有融化，但是温度已经没有那么冷了。很庆幸我们熬过了这个冰冷的末日，今天就是未来美好的开始。从今天开始做一个爱护环境的人，让下一个冰封永远不再降临。